见你在内政问题上面，你在贪腐问题上面，你在能源问题上面，你跟绿营唱反调。所以狠狠抖内幕的小编，我们没有跟沈博阳自己人，飙车不逆向，大家不翻车，现在只能顺向开车。政论节目小编就不应该是政治人物的自己人。如果小编是自己的意见是，就等于党媒啦。未来就会更一言堂。林传人已经被收编了。林传人当初有很多题目都是黄国昌在配合，吹哨者保护啊，现在一则都没有。海钢集团还入主民报，民报本来也是配合黄国昌在揭弊哦。沈博阳讲的媒体是弱势，他的指标是把曾经揭发民进党负面一个一个撕下来。这党正在并吞媒体，要珍惜现在在媒体上还能畅所欲言的时间。民进党非常清楚要怎么对付自媒体。王乃瑜的道歉的事情就被青鸟逼出来的，所以洗涤人心呢。台湾的媒体还有救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温朗荣之前算是非常偏的一个领准，说实在，这么多年来他也算不温不火了。然后前阵子是为什么打徐小新被他红起来了，所以现在底气十足，你知道吗？直接跟姚慧珍对干，这个是应该是在狠狠抖内幕吧？他说姚慧珍就说啊，沈博阳，你说2个月前就知道中国记者介入电视台，你第一时间去举报，然后你什么都没做。温朗东说，你去骂沈博阳干嘛啊？你应该去骂中国记者啊，你打自己人嘛。姚慧珍说不是啊，他2个月前就知道啦。温朗东说啊，你怎么你是听说啊，还是没有证据啊？但传闻证据是没办法开记者会的嘛。姚慧珍说，那谁有指使来宾说什么话？温朗东说，哦，你没有不代表不存在啦。好，那姚慧珍说啊，我们上过的节目都一样，都问过一轮，就没有看到这件事啊。温朗东说啊，那是你传闻的证据，我不相信其他人啊。其实本来这个吵架就这样就算了，结果这事情呢就延上了，大家知道吗？主要是他的小编，对，狠狠抖内幕的小编就说，我们没有跟沈博阳是自己人哦，爆炸，整个爆炸哦，什么谁呛说啊？好，只要有姚慧珍等等人啊，我就不看，就算有吴峥也是一样哦。你自己人，狠狠抖内幕小编不是啊，普马是台湾人，狠狠抖内幕小编是外国人啊，是中国人啊，哇，这事情我们还特别给他 P 了一个图，有没有？把它变成民主进步党在监控这个媒体哦。然后这事情最扯的事情是呢，最后啊调出了主持人王乃瑜啊，这个我也去上过了哈，但因为我跟吴峥吵架，他们就没有让我去了。王乃瑜呢就出来讲话了啊，他就写在他的推上面啊，他说抱歉让大家担心了，我整个晚上都有看到人在留言，上飞机前有些话跟大家说，狠狠抖内没有推脱支持，我以主持人身份要求团队改善状况啊，不再发生昨日情事，狠狠抖内继续快乐发车，飙车不逆向，尬掐不翻车，说哇，所以现在是只能顺向开车吗？而且你看这边哦，他就讲到说，一路血泪挺过来，都靠团队拼战和台派的大家全力支持。波基，你跑新闻跑那么多年哦，现在的主持人都要这么露骨的跟他的观众表白了吗？这个叫斩鸡头，歃血为盟哦，都给头嘞，就抓，我是跟你干牌。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那个小编没有错，他小编唯一的错是把沈博阳的博打错啊，结果没人 care 他把他打错。本来政论节目小编就不应该是政治人物的什么什么自己人，如果今天小编说他是自己人，这个才是失格。那如果小编是自己人，那等于说电视就党媒啦。所以我觉得他们主持人王乃瑜太嫩了，你不需要回这个。他打这个有没有通过公司啊？我认为有。哦，所以公司要他打这个，因为我去过几次啊，他本来就是一个黑科黑蓝，然后呢，其他都不讨论的。像谢国良罢免就是从那边开始的，他会跟着绿，他是2个小时直播的，对，他就是完全跟着绿营的角度去做他们的题目，所以他们吸引到的就是所谓的讨厌柯文哲、讨厌国民党，就是所谓的绿营的支持者，而且是很深绿的那一块。对，就是他节目已经把属性全部调性完全往这个方向压过去。他一开始不是要这样，他一开始是希望大家来吵架。我以前去上过那一次节目，因为我知道像这种节目，我就不会去看你直播的留言，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来骂我的嘛，因为你那个观众属性就是全部都绿的嘛。后来你知道有一次我就上完，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还一直在说，哦，阳明哥你不要介意他们留言，我说我没有看，因为他们就是骂那种很多，对，就是那种都是人身攻击，对，全部都是人身攻击，说你全家死光类似这种的。反正我不 care，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因为他们会把一些所谓的网络传言没有查核过的东西，就拿来变成题目的素材。对，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有点危险。over。那我只能说，像乃瑜，毕竟他是第一次主持政论节目，所以他可能对这样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结果呢，现在这群观众群要来跟你翻车，要来跟你翻脸，所以他们为了要留住这些人，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选择。他的选择就是我要表态、表忠、对、表绿，就是说我们会继续站在捍卫你们各位的立场。所以未来像这种议题，他们就不会讨论了，未来就会更一言堂，就全面去打柯、打黄国昌、打蓝。但我还有四叉猫也会去。哦，对啊，像有一次就是因为有四叉猫，我就说我不去。坚持不跟他同台。我说四叉猫，我不会跟他同台。以去上这种节目，我讲对我们这种属性的这个评论员来讲是很好赚的。
为什么？我了不起1个小时各讲一次，因为他6个人啊，2小时哦，2小时， 6000我只要连1个小时各讲一次，我就赚6000哦。对，我根本就可以鬼扯，反正就看你们在那边羞辱这些人。可是后来我想一想，我就觉得算了，我觉得我宁可把这2个小时拿来睡午觉。未来民进党的中央厨房就会不断的给这个节目题材，扶植他们啦，给他们流量，也不是扶植，就是说经过这个事件，你们讨论这个事情，让发生了一些意外，开始质疑党的不对。那我未来要避免这种事情嘛，所以就控制你，所以叫做飙车不逆向。对啊，尬掐不翻车，所以未来他们就会更效忠于政府。对啦，更加一言堂啊。对啊，我总是觉得是这样啦。第一个就是主持人本来就是工作嘛，他很难，大概也很难有这个调整空间。但是有一个事情一定要跟大家报告，这也是这个频道做5年我自己比较自豪的点，就是我们至少始终能坚持自己所想讲的，坚持自己所能做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这个状况，因为我跟大家说，吸同温层的流量很爽，而且来得很快，钱赚很饱。这个苗泽东啊，抖那1个月就直接压过馆长60几万啊，很爽，真的很爽。他2个月抖那可能我们1整年都追不上。真的是这个样子。可是我是觉得这很可悲啊。然后他是以台湾的苍生为人血马桶在做这个节目，因为你这是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实证。我觉得很可恶的地方是，因为这是公共事务啊！你如果他妈你自己他家你自己的事情，我就不理你了，是不是？你自己这个什么，你自己要干啥那是你的事，你自己私底下那是你的事。你在公共事务上你这样搞，不能接受。不过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危机啊，当然这个事件只是一个花絮，那个是一个就是在那个东升跟自由时报的这个案外案，它只是一个花絮。我觉得大家要更注意的其实是林传媒最近的东西。林传媒在今年1月被台钢集团入主了。那他们收购了啦，他们就派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新任的董事，叫陈正文。这个人我知道。陈正文是前高雄市议员，号称陈其迈子弟兵。然后呢，他是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那时候疫情期间，因为去垦丁违反防疫规定才辞职，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他是因为这样才下台的。后来他就变成台钢雄鹰那个职棒球团的董事。然后他今年1月就因为台钢集团把林传媒吃下来了，所以呢他就变成了这个林传媒的董事。那林传媒这一次做林传媒之前去年我有在那边分析过林传媒，因为它是网络民调。他用那个什么皮尔森啊，什么调查，他的特色就是会让特定族群的表态率非常高。那不管蓝绿白都会非常高。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至少你还会平均到，比如说他的那个政党制度会是一个比较平均的。可是这一次他们很夸张，这次他们的政党制度绿的是39点多，蓝的好像是17吧，一般都不到，然后白的是11。1/3都不到，就是蓝跟白加起来是远低于绿，对，完全脱离现实啊，所以才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黄捷遥遥领先，陈其迈遥遥领先。那我在想，这个我认为已经就是那个民调已经铺陈了，已经是那个叫做绿色民调，那个已经是被微调过的了。对了，因为他们是网络民调，对，他们到底采用了哪些样本，你根本无从查证啊，这不就是这个一样嘛？他们那时候怎么骂柯文哲假老二、假民调的？就是这样。可是更夸张的是什么？是林传媒这一波的民调，他们做了10几则，他们做什么？发动机呢？什么政治人物，什么未来什么官员版，什么民代篇、立委篇、政党支持度、县市长，然后呢又把什么徐巧芯跟黄捷又拿出来再比一次，然后怎么样？所以他们有点刻意要把这个民调炒起来。对，那我说这个才是可怕的。未来他们就是说，等于说绿营又拿下一家媒体了。对，现在林传媒的代表法人叫做龙钢投资。你听到龙钢，你会想到谁？赵天麟。赵天麟现在是龙钢材料的督导。那你就发现，高雄帮全部都是台钢集团的。对。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哦。林传媒在2022年成立到2024年大选期间，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揭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馆长枪击案，包括很多绿能弊案，都是林传媒揭发哦。88枪，88会馆都是林传媒揭发。他们在南部算有耕耘到，不是他们在南部有耕耘，因为我认识林传媒的前总编，对，
他当时就是一群苹果日报的以前你的老前员同事工全部过去，因为我记得苹果日报是牌子卖给一边，员工去另外一边。因为那个依萍已经不是苹果了，对，所以有一批老苹果全部进驻林传媒，所以他们就想要做调查报道，所以他们是很有冲劲的。对，所以那时候做了很多东西都是去冲撞，包括现有的政府体制。结果林传媒现在已经被收编了。因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现实是什么？林传媒一直在赔钱。而且我说赔不赔没关系，但重点来了，林传媒当初有很多题目都是黄国昌在配合，就是在做那个吹哨者保护啊或什么，就是他们从那边去接弊，然后去配合的。现在一则都没有。哦，你说现在一则黄国昌都没了。所以我才说，民进党正在并吞媒体。对，这才是关键。这就是我刚刚讲沈波阳讲的媒体是弱势这件事情，它的指标就是要把所有曾经在揭弊揭发民进党负面的全部一个一个吃下来。我们用财团，我们用什么？我们用政府，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威逼，一个一个吃下来。威逼利诱啦，还有青鸟，我去施压。全部一个一个把它吃下来啊！这就是被青鸟逼出来的啊！没错啊！今天这个王乃瑜的事情、道歉的事情，就是青鸟跑去洗他的脆啊，把他洗到下来。是啊！哦，所以洗涤人心呢？对，我说跟大家讲，不赖清德在干嘛？民主内战嘛。我讲当时他们的新股东要进驻的时候，他们的前总编是我以前长官嘛，因为他们的那个高层就叫总编说要他开裁员名单，因为新的老板不要那么多记者。然后后来他就说那我裁我，就总编就自己说他自己走了。他走了之后，自然就会有一批就自己也跟着走了。对。就是这样。台湾的媒体还有救吗？在商业逻辑下很困难，很困难。那除了林传媒，台钢集团还入主了民报。哦，民报现在被他们弄了，然后民报最近很有钱，常在发。但你要知道，民报本来也是在揭弊哦。民报过去这几年也是都在配合黄国昌在揭弊哦。而且民报的色彩跟林传媒有点像，他们比较本土派一点。民报本来最早是陈永新啦，后来卖给张晋元，揭弊协会的那个张晋元，结果张晋元撑不下去，所以就现在这个就全部一直在亏钱啊。自媒体一年你要烧1000万，你能烧几年嘛？对，不可能。民报已经是很省的了。因为民报好像只有不到5个记者，比我还小现在好像真的不到3个了，可能已经那个能量已经不及历史哥频道了。我改名力报好了。不过我必须说，做自媒体很辛苦了，没有热情是做不下，尤其做老板的，因为自媒体很累啊。对，所以现在人也很难收。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大家要联想，就是要珍惜现在媒体上面还能畅所欲言的时间。而且大家知道吗？我前阵子不是90天吃了90只黄标嘛？对啊，所以你可以看，这很可怕民进党非常清楚要怎么对付自媒体哦，这倒是真的，因为他一黄你等于说你那天的广告收益就是没了。所以绿营要惩戒你的是什么？因为你在内政问题上面，你在贪腐问题上面，你在能源问题上面，你跟绿营唱反调。睡，我应该也来练一首。